依照后来警察做的笔录，我已经在高速公路上睡着了，我的车子已经在高速公路上飘了很久。大家好，我是李树全。讲到这边，回想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1978年那一年，1978年我那个时候还在 AFX 那家音响工程公司上班，但是呢，做音乐的人因为要买器材，要做一大堆这些都需要钱，那家公司 AFX 真的付的薪水并不是很高，我记得大概还是付到5块钱或5块5毛钱1个小时，比当时在 NASA 的钱还比较少。但到了1978年，我在那边为了乐团，然后要彩排，尤其乐团有5、6个人，大家都时间很难兜得起来，所以总是要有一些人牺牲一下自己，然后时间是很难卡，大家能卡在一起，然后到时候周末的时候要出去表演。这个白天的工作 AFX 真的让我没有办法去跟乐团这些来配合，时间太卡住了，所以呢，我就辞掉了 AFX 的工作，然后去找了一些临时工。那这些临时工都是半夜从12点钟开始才上班，上到第二天早上8点，所以对我来讲是最方便的，因为晚上半夜我还可以继续跟他彩排，然后到最后半夜去到银行里面那个做一种工作叫做 key punch operator， 因为每一天银行这些支票进来需要有人输入这些支票的数字进到电脑里面，所以他们需要大量的 key punch operator。然后呢，那个时候我透过了一家临时工的一家公司叫做 Thor， 因为它这家公司规模还蛮大，叫 THOR Temp Agency。那这个公司呢，就派我到不同的银行，到晚上的时候去打工。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1个小时大概可以赚到8块钱，8块5毛钱1个小时。如果我今天要跟乐团彩排的话，我就可以说今天这一档我不接，然后明天我再去上班。所以时间可以调动的，没有人可以把你的时间卡住，所以对我们这种做音乐的人是比较方便。但是在1978年那个时候呢，我开始跟一群很棒的乐师们开始合作在一起，然后在洛杉矶的海边那个 Santa Monica 那边有个 Dalton Studio， 然后我们准备开始在那边录我的第2个EP 的专辑唱片。因为 Dalton 那个 Studio 以前做 Barry Manilow、Melissa Manchester 很多金唱片都从那边出来的。那更有趣的是，那个录音室里面有一个东西叫 Dolby A 的系统，然后他们又有这个Westlake Audio 的 Time Align 的 Monitor， 在那个时代是很棒的最棒的顶尖的这些喇叭。所以呢，我那个时候组了一群乐师Eric Bakalis 跟一些非常有名的编曲制作人乐师跟他们合作在一起。你们在回的那张专辑里面听到的 Paradise Is You、Counting on You 这些歌全部都在那个 Dalton Studio 里面录的。然后其中有一个吉他手叫做 Chris Corell 弹的吉他超棒的，我说不出来，他绝对不是像一般的吉他手，他有一个很特殊，他什么都很大胆，然后给我一些很新潮的一些东西出现。他的老婆叫 Amy 呢，跟我们组了乐团，就叫 David Lee Band， 就是我的乐团 David Lee Band。我们到处出去表演的时候 ，Amy 就唱和音，然后 Chris 我们就弹吉他，然后我弹钢琴，然后我们有5个人的乐团，然后跟 Amy 还有另外一个女生，我们到处出去表演。然后呢 ，Chris Corell 后来就跟 Michael Jackson 合作，所有的全世界 Michael Jackson 演唱会都是 Chris Corell。你如果上 YouTube， 你会看到有一个人金头发很长，留了很长的金头发，弹一个三角形的吉他，那个就是 Chris Corell。在我的回的专辑里面，你也会看到他的名字 Chris。那个时候就在 Dalton Studio 跟我们一起来弹这些吉他。但是有趣的是，Chris 家住在 Toluca Lake， 如果熟悉洛杉矶的人，他有点在洛杉矶的中间的位置。那我是住在 North Hollywood 北好莱坞，然后我们每一次去 Dalton Studio 在 Santa Monica， 所以我都会路过 Toluca Lake， 然后把它接起来，然后到 Santa Monica 去。但是呢，这一天我们录音录到大概到了早上凌晨，已经到早上3、4点钟了，天都快亮了。我们录完音之后，我就开车带着 Chris 送他回家，送到 Toluca Lake， 送他回家。到了他家之后 ，Chris 突然冒了一句话，他说 ：“David，can you still drive？ 你还能开车吗？”因为他知道
我晚上半夜打临时工，然后又在做唱片，然后又跟乐团。他知道我是蜡烛两边烧，已经好几个月了。然后我已经大概疲倦到已经不行了，熬夜又熬夜。最后呢，他说 "You sure you can drive?" 然后我说 "Yeah, I can drive, I can drive." 然后后来我就开的车子，从 Chris 的家回到我北好莱坞的家，然后我上了高速公路170 Hollywood 好莱坞高速公路，上了高速公路，我的车子开到一个出口叫做 Laura Canyon。Laura Canyon 那边有一个大概有10层楼这么高的一个高架桥。依照后来警察做的笔录，我已经在高速公路上睡着了，我的车子已经在高速公路上飘了很久，所有的人已经看到，都已经离我远去。然后最后我的车子到了 Laura Canyon 这个高架桥的时候，我的车子已经开始往旁边的路边开始飘出去，准备在这高架桥上撞到这个护栏。但是就在护栏的前面一点点，有一个老爷车子，不知道为什么停在那个路肩上，然后我就砰撞到这个老爷车，我的车子就在高速公路上一直打转，大概打转了100-200公尺，最后2部车子都毁了，我的车子全部翻过来，四脚朝天，我从车子里面爬出来。后来救护车也过来，但是有趣的是，我全身一点伤痕都没有。当我被送到医院的时候，我也很好奇，警察在旁边跟我解释这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呢，我的车子已经被拖走了，我也看不到了。但是医生跟我说：“你太幸运了。”我问医生：“为什么我还能活着？”他说：“因为你系了安全带，然后呢，你应该是完完全全已经睡得很熟很熟了，你的肌肉已经全部放松，跟着车子一直在摇，所以最后你并没有受伤。”走过这个阶段，我只能跟你说，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老天爷真的在眷顾我，我的父亲好像在上面看着我。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玄，我也不想多说。但是你走过这样的人生的经验，又刚好有一部老爷车停在那个地方，救了我。如果那个老爷车没有停在路肩，我的车子就飞出去高架桥，我就从10层楼的高度摔下来，我今天可能就不会坐在您的面前跟你讲这些话。就深深知道好像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父亲在上面眷顾着我，在看着我。1个月之后，突然之间有一个人来敲我的门，空空空，一个墨西哥老先生。我说：“你是 David 吗？”我说：“是。”他说：“你把我的车撞了，你要赔我钱。”啊，我那个时候21岁，身上没钱，也没车子，房东也要准备把我们赶走。我对着这个老莫，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大概也看得出我那个时候真的车子也没了，钱也没，工作也没，什么都没有。他只讲了一句话 F 那个字，转身摸摸鼻子就走了，他也没再追究了。搞不好我应该谢谢他，要不是因为那部车子停在高架桥的那个护栏的旁边，我的车子老早就可能飞出去了。钱没了，车子也没了，录音的所有的计划也没了，都停了，全部都停了。然后因为没有车子，也很难去接那些临时工，因为临时工不是一个固定一个地方，有时候今天派你到这个地方，最需要的就是一部车子。但是在那1-2个月那个过渡的期间，
只有靠我跟乐团赚一些零用钱，到外面周末的时候到一些地方去表演。在洛杉矶有2种地方，一种就是所谓的 showcase club， 就是地下乐团表演你的原创作品，就有点像是我们台北的河岸留言啊、The Wall 这些地方，那些地方你随便你表演什么歌，你的原创作品都 OK， 但是赚进来的钱基本上是跟老板一半一半的分。那另外一种 club 叫 Top 40 Club，Top 40 Club 就是专门弹这些别人的 copy 歌，别人排行榜上的一些民歌。那这些是老板会付你的钱，你到饭店里面、餐厅或者到5星级的饭店里去表演，老板会付你钱。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成立了一个乐团，叫做 Horus H-O-R-U-S。如果你问我什么叫做 Horus，Horus 就是打开美金的钞票，你可能还记得上面有一个金字塔，金字塔上面有个眼睛，那个眼睛就叫做 Horus。OK， 所以我们成立了一个乐团叫做 Horus H-O-R-U-S， 然后一个鼓手、一个贝斯、一个吉他，然后我弹 keyboard， 然后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做我们的 front lady， 站在我们的前面，这样子老板才会雇我们。所以我们乐团里面找了一个非常火辣，然后身材很棒的一个女生，她叫 Sherry。超漂亮的 ，OK， 但她歌唱得很棒哦，超会唱歌的，所以 Sherry 呢就是我们的乐团的主唱。然后呢 ，Sherry 在这段时间，每一次我们出去表演之前，我们都要练团，然后练一些新的歌啊之类的。有一天 ，Sherry 就带着我去旁边的 Burger King 去买汉堡，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我跟 Sherry 在那边排队，站在 Burger King 里面准备去买汉堡。突然之间 ，Sherry 问我说 ：“David， 你现在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我说：“我现在一个月如果还有一些临时工可以赚，我一个月大概赚400块、500块。”他说：“那老板会帮你扣多少钱的税？”我说：“大概扣到100块、125、150，看我这个月接多少案子。”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不让老板扣这个税怎么办？会不会很棒？你可以用得到吗？”我说：“废话，每个月可以多拿个150块美金，我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他说 ：“David， 如果你回去公司跟你的人事部讲，你跟他签一个切结书，就是保证你自己每年的年底自己来付税，政府是无权帮你预扣税，因为那个税本来就是每一个公民到年底的时候必须要负的责任跟义务。可是呢，公司只是为了方便预先把你扣掉，然后如果扣太多，到了年底又退税给你。可是呢，如果你跟公司签了一个切结书，保证你自己缴税由你自己负责的话，公司是没有权利把你的薪水里面的这么大一笔钱预扣掉。”我说：“是这样子的哦，这个真是奇妙，我从来不知道有人跟我讲这件事情。”后来他说 ：“David， 但是你要做一件事情，你先要去登记一个公司，去做一个叫做 fictitious name， 就是 doing business， 叫做 DBA， 到市政府去申请一个 DBA， 然后申请一个公司。”我那一天听完 Sherry 跟我讲的这些事情，我第2天我就跑去到了市政府去申请了 DBA， 去申请了我的公司，我的公司就叫做 Liscom 李氏电脑公司 Liscom 李斯康。然后回去到我原来上班的地方，跟老板讲说：“你不要再扣我的薪水，我会自己到年底的时候，我会负责我自己的所得税。”朋友，我所有这些器材，录音室的器材，全就是靠这个每个月省下来的150块、200块钱的这些多余出来的钱去购买这些我当时的乐器器材、录音器材。你现在看到的很多这些老器材，在我身边堆积如山的，在柜子里面这些老器材，其实都在那个时候用买的，绝对不是像你想象中有一个人给我了100万美金让我去买这些器材。No No No， 绝对不是这种状况，是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那很多时候，你的信用也不够好，去申请银行贷款，人家也不给你。
但是很多这些厂家为了推销他的产品，他们会提供一种付款的方式，叫做 lease to buy， 我们中文翻译成叫租赁。租赁就是说，你现在每一个月付一个租金，你先把这器材拿过来用，那你可能用了3年之后，你最后尾巴的时候交一个10%或20%的一个尾款，那台机器就变成你的了，它就不会就收回去了。所以很多这些机器，当时你看到录音室的那些器材、喇叭这些全部都是靠 lease to buy 租赁的方式，一点一点的累积下来。后来我成立了公司之后，然后 Sherry 教我 ，Sherry 说，你把你所有的买的任何器材都把它用作是公司在采购，然后这些东西到你的年底的时候全部都可以抵税。所以到了每年的年底，本来过去我需要付，比如说3000块钱美金的所得税，但是因为我全部抵扣掉了之后，然后这些东西我就因为是买公司的器材，我就不用再付任何的所得税了。在那个时候，我必须承认一件事情，我离开太空总署的时候，我并没有把我的大四念完。我在大四的结束的前1个学期，我就休学了。我的家人其实对这件事情一直很生气，可是在我的心中，我自己知道，如果我手上握的那一张文凭，我可能永远都会靠着那个文凭。但是如果我把那个文凭丢掉，我知道我就不会有任何的后路可退了，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所以我主动的没有把那个大学的文凭读完。我必须承认，那条路很辛苦。我后来到了成立了公司之后，我自己知道很多知识我很欠缺，我就在附近的 Valley College， 就是我们附近的一个社区大学，我去修了各种的课程，包括税法，包括公司法，我几乎从来没有停下来过。我就每1个礼拜去1个晚上的课，到他们的进修部去修这些课。台湾的每一所大学，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这些社区大学，都不需要联考，就直接进去缴了学费，你就可以去进修，去上这些课。我就是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学习如何去处理公司的法律，如何去处理我的税法。我自己现在是个父亲，我的孩子在他读大学的时候，也有好几次想放弃他的大学，但是我是刚跟我的女儿讲，不要放弃，如果你可以的话，继续把它读完，因为放弃真的后面有好多好多苦头，因为要找工作找不到，要升更高的职务升不上去，然后要去读研究所也更不可能，所以处处碰壁，只能接触到一些薪资最低的一些工作。我常常跟我的女儿，如果你的环境允许的话，还是把它读完。讲完这些故事，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只有拼了命开始把我的录音室还有我的电脑公司一点一点的经营起来。我的电脑公司叫 Leasecom Data System， 就专门是为 DEC DEC Digital 迪基多电脑系统，那个时候叫 PDP-11 PDP 的电脑，还有 VAX 的电脑，大型的电脑做维修，还有 Terminals 那些的终端器，还有印表机 Printer 专门做他们的维修。我也就是用 Lease to Buy 的方式，买了一些器材，买了一些材料，让我的公司开始慢慢的成立起来。一直到1982年，我的公司慢慢的走上轨道。今天我先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下一次见。